俄罗斯算是彻底和阿夫迪夫卡这个地方给杠上了。最近呢，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已经在阿夫迪夫卡周围集结了约4万名士兵，准备对这座城镇发动第3波攻击。而在赫尔松一边的乌军呢，也再次传来好消息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乌军已经成功在赫尔松的克林基站稳了脚跟，后方的防空系统和海马斯也在逐步跟上。这也意味着，在今年冬季俄乌战场上可能会同时发生2场大规模的战斗。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战况。阿夫迪夫卡战役可以说是今年下半年最让人诧异的一场了。俄军以3倍以上的兵力围攻此地，但战果呢却令人大跌眼镜。俄军呢本以为在人海战术的包围下可以轻松拿下这个小镇，但谁知这里呢却成为俄军损失最大的地方。打了1个多月，士兵伤亡不计其数。乌克兰总参谋部更是声称，俄军呢在阿夫迪夫卡前线损失了数百辆装甲车。令人震惊的是呢，这些损失中有大部分都是由乌克兰第110机械化旅造成的。该旅呢位于阿夫迪夫卡以北，虽然该旅装备较老的苏联装甲车和一些剩余的捷克火炮，但除此之外呢，该旅还拥有约2000名经验丰富的正规军步兵，凭借着堡垒优势，足以和俄罗斯的3个旅对抗。另外呢，他们还有来自第47机械化旅1个营的支援，这也是一股不小的反装甲力量。再加上战场新兴无人机的帮助，最终导致俄军的战线一直无法出现进展。要知道，这里可只是一座面积29平方公里的卫星城而已。本以为在经历了前2波的进攻失败后呢，俄军会就此冷静下来，但或许是此地的政治意义实在是过于重要。俄罗斯国防部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第3波进攻，将战场东部和俄罗斯本土的后备力量调往阿夫迪夫卡。乌克兰军方称，俄罗斯已经在阿夫迪夫卡周围集结了约4万名士兵，准备对这座东部城镇发动第3波攻击。对于这次攻势呢，第110独立机械化旅依旧十分重视。其发言人表示，他们正在建立储备，现在已经将大约4万名士兵和各种口径的弹药带到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人放弃包围阿夫迪夫卡的计划的迹象。现如今，该地的战线依旧处于俄军3面包围的态势。俄军还派遣了大量的无人机侦察乌克兰的防御，并且在北翼继续向斯捷波韦方向发动进攻。但目前战斗的位置离斯捷波韦东侧的铁路沿线，即俄军先前的阵地，并不算遥远。因此可以说，在这场耗时耗力的战争中，俄军几乎是没有得到什么收获。但同样我们要知道的是，这种战斗，乌军虽然作为防守方占据着一定的地理优势，但在传统武器方面呢，终归还是俄军占优。而乌克兰被俄军拖入消耗战，总归还是不好的。说完了阿夫迪夫卡的俄军动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战线的战况。其中呢，在巴赫穆特战线，俄军抓住了乌军向阿夫迪夫卡增援的机会，继续对巴赫穆特2翼发动进攻。主要战斗呢是发生在克里西夫卡附近，俄军在进入克里西夫卡东郊后转为防御姿态，尝试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更往南一些的安德烈夫卡局势尚不明朗，但战线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在扎波罗热的库班战线，乌军依旧非常活跃，他们频频发动进攻，以牵制俄军部队的行动。但截至目前呢，他们对维尔博韦发动的多次装甲冲锋均没有成功。双方有一些战果的行动呢，多是远程袭击造成的。例如最近俄军袭击了波尔塔瓦的米尔戈罗德机场，这里是乌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出发点。反过来，乌军也向俄本土库尔斯克投掷了3枚集束炸弹，并且几乎每天呢都在对别尔格罗德进行大规模炮击。至于前几天动作频频的赫尔松战线，最近呢又有了新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的军官们又出事了。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系统成功袭击了俄蒂涅伯集团军的总部。在这场袭击中呢，至少有3名上校阵亡。据了解，他们遇袭的地点是位于赫尔松州黑海沿岸被占领的斯卡多夫斯克的一处前集体农庄改建的酒店。据称呢，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官员驻扎在其中。根据当前双方的战线，该镇是位于海马斯的射程范围内。乌军这次袭击的高价值目标可能是俄军精锐部队 VDV 空降兵司令米哈伊尔·特普林斯基上校。
他在月初呢取代了奥列格·马卡列维奇，成为第聂伯集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至于他的现状呢，目前则没有确切的消息传出，因此并不能确定这位指挥官和前几位上校一样被海马斯带走了。除此之外呢，英国国防部还指出，在最近几天，乌军正在对加强争夺第聂伯河左岸的控制权。在11月9号，乌军装甲部队的一个营已经穿过第聂伯河，在克林基站稳脚跟，并开始逐渐扩大阵地。乌军在河对岸控制区的扩大，也意味着该区域的俄军的日子要比先前更加困难。现在呢，乌军在这里跃跃欲试，他们希望在克林基西侧和西南方向取得更多的突破。尽管俄军用炮火阻击了他们，但如果俄方呢没有增援部队，该区域的局面将朝着对乌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后方的乌克兰炮兵、电子战系统甚至防空系统正在逐步进入前线作战，压制俄军增援部队。不过俄军对此地呢也十分警惕，为了阻止乌军的推进，俄军不断出动战机空袭这里，仅昨天一天就空袭了21次，远程炮火打击更是十分密集。而乌克兰空军呢也不甘示弱，在赫尔松州成规模的出现和俄军抢夺制空权。此外呢，乌军还把海马斯弄到了附近，直接攻击俄罗斯的远程炮火阵地和防空阵地。总体来看呢，基本可以确定，第聂伯河、克里米亚一线呢将会是乌军冬季用兵的重点。而关于乌军在克林斯基桥头堡未来进攻的目标呢，大兵认为应该是在其东部方向的科尔孙卡。如果乌军能够在第聂伯河上建立一个稳定的浮桥，他们后方的装甲坦克就可以到达科尔孙卡。该地呢算得上是一个战略重镇了，这里可以发起装甲坦克步兵联合作战。T2206高速公路呢就在科尔孙卡以南，连接着通往克里米亚的西部和南部的主要城镇。若是向东进攻呢，则可以尝试切断俄军在新卡霍夫卡的补给线。而目前呢，乌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装甲车辆渡过浮桥时免遭俄军袭击。因此，乌军当前需要做的呢，就是收复河对岸的几个村庄，将俄军的火炮推出射程范围之外。届时，通过浮桥，乌军就可以将大部队、装甲坦克、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地从第聂伯河右岸运到左岸，这将是河维扎波罗热大决战的真正开始。而另一边的俄军由于并不能完全消灭这支乌军，所以对其并没有太好的办法，除非集结大量的战争资源投向这个战区。但目前俄军的主要战场在阿夫迪夫卡，所以目前来说，在第聂伯河河畔这段战事呢处于相持阶段。所以这一阶段，俄军需要在保持现有的控制区不丢失的情况下，试图削弱对方的战力，即摧毁武装车辆、士兵以及其他战争资源。但如果援乌的 F-16机队能够早日到达，或许会出现新的变化。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乌克兰的盟友们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俄罗斯被扣押的3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在今年10月底呢，欧盟领导人已经批准计划将从俄罗斯冻结资产中获得的数十亿欧元用于帮助乌克兰，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如预期的那样，将在12月初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我们都知道，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呢，属于俄罗斯央行的3000亿美元资金因西方制裁而被冻结。比利时政府表示，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存放在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全球最大的证券托管机构 Euroclear 中。Euroclear 在去年10月26号表示，仅今年前9个月，他就从这些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赚取了近30亿欧元，而2022年同期呢为3.47亿欧元。这一增长呢是由于利率，而且由于客户俄罗斯无法拿回这些收益，因此 Euroclear 还在不断地对这些现金余额进行再投资。现在欧盟官员正在寻找将这笔收入转移到乌克兰的方法。在10月27号出席峰会的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步骤，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工作以提交提案。虽然由于与资金合法权利相关的法律问题，在短时间内乌克兰还无法收到这么大的一笔款项，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艾伦已经支持利用这笔资金额外利润来援助乌克兰。爱沙尼亚呢是大力推动这一项措施的国家之一，他表示俄罗斯必须为其在乌克兰造成的损失付出代价，因此大概在12月份，基辅就可以收到俄罗斯那3000亿资产所产生的额外收益。
而在此之前呢，比利时已经宣布设立17亿欧元特别基金来支持乌克兰，而这些基金呢，则是通过对俄罗斯在比利时冻结的资产征税来补充的。另外呢，美国还表示，目前禁止向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返还资金，直到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并同意支付赔偿。这么一来呢，按照美国和欧盟的想法，俄罗斯将用自己的钱打自己，最后还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而且呢，最近俄罗斯的日子确实是不太舒服。除了用自己的钱打自己这件糟心事情之外呢，美国媒体还发现，俄罗斯正在试图买回出口给伙伴国家的部分军品，以弥补这场战争中造成的巨大装备损失。克里姆林宫已经与埃及、巴西和白俄罗斯等军售老主顾接洽了，希望回购自己的装备。据了解，一支由俄罗斯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今年4月访问了开罗，请求埃及总统塞西退回100多台直升机发动机，供俄方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埃及总统同意了这一请求，大约150台发动机很可能从下月起将陆续被运回俄罗斯，并且呢，俄罗斯还与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巴西举行谈判，希望回购发动机，供俄罗斯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使用。当然，除了这些回购请求之外呢，有时候俄罗斯还会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弥补自己的装备损失，例如把原本为出口订单生产的军火转为自用。毕竟你懂的，俄罗斯兜里呢本来就没有多少钱，无法进行大规模装备采购补充损失，因此只能先拖欠一下盟友的订单。现在的俄罗斯军工业正在全力满足俄军需求，根本顾不上出口其他国家。相关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包括印度在内，多个国家已经主动取消了与俄罗斯的军购合同。只不过这个举动对于印度而言好像是有点晚了。早在今年年初呢，就有消息传出，从当时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显示，一辆印度军队的 T90S 主战坦克首次被确认出现在乌克兰。这种特殊的 T90S 呢，是没有俄军的 T90A 主战坦克的窗帘主动干扰系统，被称为是猴版坦克。照片显示，这辆坦克被乌克兰导弹击毁，并曾发生过大火，车身被彻底烧毁。不过仍然能够看出 T90S 的外形特点。印度媒体表示，自家陆军的 T90S 主战坦克出现在了乌克兰战场上，极可能是被俄罗斯陆军挪用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坦克还不是未交付的订单，而是印度在去年送来俄罗斯，打算进行现代化升级的。根据印俄两国此前签署的协议，印度陆军将一批 T90S 送往俄罗斯，升级到 T90MS 标准，主要包括升级火控、火炮和发动机等系统。而另一边的俄罗斯呢，通过这场俄乌战争已经深知武器的最好锻炼方式并非一味的升级，而是进行实战检验，因此俄罗斯才会决定送印度坦克去战场上见见世面。谁知道这一去竟成了永别。看来印度是等不到坦克升级回国的那天了，看其损毁程度，恐怕连回收价值都不具备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